1945年，日本东京，一位名叫近藤麻里惠的小女孩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从小，她就有着与众不同的特质，对整理有着近乎痴迷的热爱。5岁那年，她翻阅着母亲的家庭杂志，被整洁有序的房间照片深深吸引。7岁时，她已经开始主动整理家里的每一个角落。12岁时，她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可能就是整理。然而，少女时代的近藤麻里惠陷入了一个奇怪的困境。她花费大量时间整理自己的房间，却发现无论怎么整理，总有新的杂物出现。她买了各种收纳盒，学习各种收纳技巧，甚至一度陷入抑郁。直到有一天，她在整理到精疲力尽后，躺在地板上睡着了。醒来时，她突然领悟到一个简单却深刻的道理：问题不在于如何收纳，而在于拥有太多不需要的东西。这个顿悟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她开始大胆丢弃那些不再带给她喜悦的物品，而不是想方设法收纳它们。她发现，当她只保留真正带给她快乐的物品时，不仅空间变得宽敞，心灵也随之轻盈起来。多年后，这位曾经的整理狂热少女成为了世界闻名的整理顾问。她的著作《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畅销全球。她创立的 KonMari 整理法则，帮助全球数百万人摆脱了物品的束缚，找回了生活的掌控感。近藤麻里惠的故事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人生智慧：放下的勇气。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我们被鼓励不断购买、不断积累，却很少有人教我们如何放下，如何取舍。放下看似简单，实则需要莫大的勇气。它要求我们直面内心的恐惧和不安，承认某些东西对我们已经不再重要，并且有勇气与它们告别。这种勇气不仅适用于物品的取舍，也适用于人生的各个方面。无论是不再健康的人际关系，还是已经过时的思维方式，真正的断舍离是一种生活哲学，更是一种人生智慧。它教会我们如何在这个充满诱惑和干扰的世界中，保持内心的清澈和专注，找到真正重要的东西。想象一下，你刚刚收到工资，走进一家闪着诱人灯光的商场。你本来只是想买一件必需品，但不知不觉中，你的购物车里已经堆满了各种特价商品。那件打7折的衬衫，虽然你的衣柜里已经有10几件类似的；那套精美的厨具，尽管你很少下厨；那个多功能小家电，包装上写着能解决你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结账时，你感到一阵短暂的兴奋，仿佛这些新物品会立刻改变你的生活。回到家，你挤出衣柜的一角放入新衣服，把新厨具塞进已经满意的橱柜，小家电则暂时放在餐桌上，因为实在找不到地方。1周后，新衣服还挂着吊牌，厨具的包装纸完好无损，小家电的说明书甚至没有拆封。3个月后，你已经忘记了这些购物，直到下一次大扫除，你才惊讶地重新发现它们。这不是你的错，这种囤积行为深植于我们的基因中。想想我们的祖先，在食物稀缺的原始社会，今天捕获的猎物不吃完，就意味着明天可能会挨饿。他们必须学会储存食物，收集有用的工具和材料，以应对不确定的未来。这种囤积本能帮助人类度过了无数艰难时期，成为我们生存基因的一部分。但在今天这个物质极度丰富的社会，这种本能却成了我们的负担。你家里的每一个角落是不是都堆满了以后可能会用到的东西？卧室衣柜里塞满了等瘦了再穿的衣服，厨房抽屉里躺着10几个从外卖中收集的一次性筷子，书桌上堆着几年前买的准备好好学习但从未翻开的书籍，手机里装满了有空再看的文章和视频。更可怕的是，现代消费主义精准地利用了这种本能。打开手机，广告算法已经精确分析了你的喜好和需求。双11全场5折，限时抢购，错过再等1年，新品首发，早买早享受。
这些营销口号像催眠术一样，让你产生一种不买就会错过、吃亏的焦虑感。你是否曾经因为限时优惠而冲动购物？是否因为断货风险而囤积日用品？是否因为新品发布而更换其实还能正常使用的电子产品？每一次你都告诉自己这是理性消费，但实际上你只是消费主义精心设计的游戏中的一颗棋子。我有一位朋友，他的卧室里有一整面墙的鞋柜，里面整齐地摆放着超过50双鞋，但奇怪的是，他平时只穿其中的3至4双。当我问他为什么需要这么多鞋时，他说这双是限量版，那双是某品牌的经典款，这双是某明星同款。但当我追问哪双鞋给他带来了真正的使用价值和快乐时，他沉默了。他意识到，大多数鞋子买回来只是为了满足拥有的欲望，而非使用的需求。美国社会学家朱丽叶·肖尔在《消费社会的困境》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消费主义最大的成功，就是让人们把想要误认为需要，把拥有等同于幸福。这种扭曲导致我们不断购买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却仍然感到空虚和不满足。你有没有发现，尽管我们拥有的物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丰富，但幸福感却并没有相应提高。我们的房子越来越大，却找不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我们的选择越来越多，却越来越难以做出决定。我们的物品越来越精致，内心却越来越空洞。这就是消费主义的陷阱，它让我们相信下一次购物会带来满足，而这种满足永远不会到来。还有一个可能，是一个让人不太舒服的现实：囤积的习惯和穷人思维密不可分。走进小王的家，你会立刻被眼前的景象震惊。餐桌上堆满了各种外卖盒，可能还能装东西。卫生间的柜子里塞满了酒店的一次性洗漱用品，免费的，不拿白不拿。厨房的角落里有一堆塑料袋，买菜时可以用。阳台上放着几个已经不能用的电器，说不定哪天能修好。小王并不是经济条件特别困难，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收入在同龄人中属于中等水平。但他从小在一个资源匮乏的家庭长大，父母总是教育他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钱要省着花，东西要留着用。这些价值观深深植入他的思维，即使在物质条件改善后，他仍然无法摆脱囤积的习惯。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匮乏心态，即使客观环境已经改变，主观感受仍然停留在匮乏状态。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类最大的悲剧之一是，即使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我们的心灵仍然被匮乏的恐惧所支配。你是否也有类似的经历？是否无法丢弃那些可能会用到但实际上已经多年未用的物品？是否会因为特价而购买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是否会为了省钱而在家里堆积各种免费赠品？这种穷人思维不仅表现在物质囤积上，还影响着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分配。小王每天下班后总是疲惫不堪，却仍然花大量时间刷各种优惠信息，为了省几块钱在不同平台比价，甚至为了一个小小的折扣而奔波于不同的商场。他以为自己在精打细算，实际上却在浪费更宝贵的资源、时间和精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真正富有的人，尤其是那些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他们的生活方式往往出人意料的简约。Facebook 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几乎每天都穿同样的灰色 T 恤，他解释说，这样可以减少生活中的琐碎决定。苹果前 CEO 史蒂夫·乔布斯的家居风格极为简约，没有多余的装饰和物品。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在公司初创时期使用的办公桌是由一扇旧门板制成的简易桌子。你可能会想，这些亿万富翁完全有能力购买世界上最奢华的物品，为什么他们反而选择了极简的生活方式？答案很简单，他们深刻理解，
真正的财富不在于拥有多少物品，而在于拥有多少选择权和自由度。想象一下，如果你的房间堆满了各种杂物，每天早上你需要花15分钟在一堆衣服中挑选今天要穿什么，再花10分钟寻找不知道放在哪里的钥匙和手机，然后花5分钟决定今天用哪个包。1个月下来，你在这些琐事上已经浪费了15个小时，1年就是180个小时，这相当于7.5天的时间。如果你用这些时间来学习一项新技能，阅读几本好书，或者陪伴家人，你的生活会有多大不同？真正富有的人明白，时间和注意力是最宝贵的资源，他们的安全感来源于内在的能力和外在的影响力，而非堆积如山的物品。他们宁愿花时间提升自己，拓展人脉，创造价值，而不是在物质囤积和消费中浪费生命。如果你总觉得自己的生活陷入了一种停滞状态，可能并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真正整理过自己的人生。你的房间杂乱无章，你的日程表被琐事填满，你的注意力被无数信息碎片分散，你的精力被各种可能会用到的物品和关系消耗。你就像一个背着沉重行囊的旅人，想要奔跑却寸步难行。真正的改变就从丢掉无用的东西开始，不仅是物理空间中的杂物，还有时间表中的无效活动，社交圈中的消耗性关系，以及思维中的负面情绪和过时观念。当你勇敢地放下这些负担，你会惊讶地发现，原来生活可以如此轻盈，前进可以如此自由。日本著名整理专家山下英子将断舍离分为3个层次。第一层，物品的断舍离，这是最基础的层次，指的是对物理空间中物品的整理和取舍。山下英子提出了一个简单而有效的标准：如果一件物品既不实用，又不能带给你喜悦，那么就应该放手让它离开。他建议采用1年法则，如果一件物品1年内都没有使用过，那么大概率你以后也不会再用它。勇敢地丢弃这些物品，不仅能释放物理空间，还能减轻心理负担。美国极简主义者约书亚·贝克尔在他的著作《少即是多》中写道：我们以为拥有的是物品，实际上是物品拥有了我们。每一件物品都在无形中消耗着我们的时间、精力和注意力。第二层，信息的断舍离。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接收的信息量远超过我们能够处理的范围。社交媒体、新闻推送、电子邮件、即时通讯，各种信息渠道不断轰炸我们的感官，导致注意力分散、思维混乱。信息的断舍离就是学会筛选和过滤这些信息，只保留真正有价值的部分。这包括取消不必要的订阅，减少社交媒体使用时间，设置手机免打扰模式等。数字极简主义倡导者卡尔·纽波特在《深度工作》一书中指出，在注意力经济时代，能够专注的人将获得巨大优势，而专注的前提是敢于对大量无关信息说不。第三层，精神的断舍离，这是最高层次的断舍离，指的是对思想、情感和人际关系的整理。它要求我们审视自己的价值观、目标和人际关系，勇敢地放下那些不再适合我们的部分。精神层面的断舍离包括放下对过去的执念，结束不健康的人际关系，调整不切实际的期望，摆脱社会比较的压力等。禅宗大师铃木俊龙在《禅者的初心》中写道：真正的自由不在于拥有一切你想要的，而在于不被你所拥有的一切所束缚。断舍离所倡导的极简主义也并非苦行主义，它不是要求人们放弃所有物质享受，而是倡导有意识的选择，只保留真正重要和有意义的东西。他们信奉这样一些原则：质量胜于数量。极简主义者宁愿拥有一件高质量的物品，也不要10件平庸的替代品。他们明白，真正的价值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拥有什么。美国设计师迈克尔·拜哈尔曾说，设计不是关于添加，
而是关于减法。当你无法再减去任何东西时，你的设计才达到了完美。精力胜于物品。研究表明，与物质消费相比，体验性消费，如旅行、学习、参加活动，能带来更持久的满足感。极简主义者倾向于将资源投入到能够丰富生活体验的活动中，而非积累更多物品。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吉尔伯特的研究发现，人们对物质购买的满足感会随着时间迅速减弱，而对经历的美好记忆却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强。专注胜于分散。在信息过载的时代，能够保持专注是一种稀缺能力。极简主义者通过减少干扰和选择，创造出更多深度思考和专注工作的空间。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卡曾说，不是我们拥有的太少，而是我们想要的太多。满足于现状的人才是真正富有的人。自由胜于占有。极简主义的终极目标是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的自由，精力的自由，选择的自由。通过减少对物质的依赖，人们可以减轻经济压力，有更多时间追求真正热爱的事物。美国极简主义者科特尼·卡夫在他的著作《清醒的生活》中写道，极简主义给了我最珍贵的礼物——时间。当我不再把时间花在购物、整理和维护物品上，我才发现生活中有那么多美好的事物等待体验。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极简主义者是不是对物品特别冷漠？那他们也会不会这样对待身边的人？但真相恰恰相反，极简主义者才是真正懂得珍惜的人，因为他们知道，真正珍惜不是把所有东西都留在身边，而是把真正重要的东西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那些看似什么都舍不得丢，每一样都想珍惜的人，到最后反而什么都珍惜不了。此外，很多人还发现，极简主义者往往比普通人运气更好，而这种好运气实际上也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心理消耗更小。当我们的生活和空间不再被无关紧要的物品占据，我们的决策能力会得到显著提升。这是因为决策疲劳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心理现象，每做一个决定，无论大小，都会消耗我们的意志力和精力。美国心理学家罗伊·鲍麦斯特的研究表明，人类每天能做的高质量决策是有限的。当我们面对过多选择时，决策质量会明显下降。这就是为什么像乔布斯这样的成功人士会选择每天穿同样的衣服，以减少不必要的决策消耗。断舍离后，你不再需要每天早上面对塞满衣服的衣柜发愁今天穿什么，不再需要在堆满杂物的桌面上寻找重要文件，不再需要在10几个功能相似的 i 中选择使用哪一个。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改变，累积起来却能为你节省大量精力，让你将注意力集中在真正重要的决策上。断舍离不仅适用于物品，也适用于人际关系。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消耗能量却不带来价值的关系，我们就能将更多时间和情感投入到真正重要的人际连接中。心理学家罗宾·邓巴提出的邓巴数字理论认为，人类能够维持的有意义社交关系数量是有限的，大约在150人左右。这意味着，每增加一段无意义的关系，就可能挤占了我们与真正重要之人建立深度连接的空间。断舍离帮助我们识别并珍视那些真正滋养我们灵魂的关系，同时勇敢地放下那些徒增压力和负担的社交义务。这不是自私，而是一种健康的边界设定，最终会让我们的人际关系网络更加健康和有意义，创造力更强。物理空间的整洁与心理空间的开阔密切相关。普林斯顿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发现，视觉环境中的混乱会分散注意力，降低工作记忆容量，从而抑制创造性思维。当我们的生活空间变得简洁有序，我们的思维也会随之变得更加清晰。许多创意工作者发现，在一个极简的环境中，他们能够产生更多原创性的想法。这并非巧合，
当外部环境不再充斥着视觉噪音，我们的大脑才有空间进行深度思考和创造性连接。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的工作室极为简洁，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必要的写作工具。他曾说：“我需要一个没有干扰的空间，这样我的想象力才能自由飞翔，财务状况更健康。”断舍离的思维一旦形成，自然会延伸到消费习惯上。当我们不再被拥有更多等于更幸福的消费主义谎言所蒙蔽，我们的消费会变得更加有意识和有目的性。研究表明，采用极简主义生活方式的人，平均能够减少30%的非必要支出。这些节省下来的资金可以用于偿还债务，增加储蓄或投资于真正能提升生活质量的体验和学习。更重要的是，断舍离帮助我们重新定义富足的含义。真正的富足不是拥有很多东西，而是拥有足够的自由和选择权。当我们不再被物质欲望所驱使，我们会发现，我们需要的钱比想象中要少得多，而这种认知本身就是一种财富。心理韧性更强。断舍离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放手的练习。每当我们决定放弃一件物品，我们都在训练自己面对失去的能力。这种能力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心理韧性，面对变化和挑战时保持适应和恢复的能力。哈佛大学的研究表明，心理韧性是幸福和成功的关键预测因素之一。那些能够优雅地放手、适应变化的人，往往能够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通过断舍离，我们学会了区分真正重要的和可以放弃的。这种分辨能力在面对人生重大决策时尤为宝贵。我们变得不再那么依附于物质和外在条件，而是更加依靠内在的力量和智慧。断舍离不仅仅是一种整理技巧，更是一种生活哲学。它教会我们在这个不断鼓励我们获取更多的世界里，勇敢地选择更少但更好。它提醒我们，真正的自由不在于拥有一切我们想要的，而在于不被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所束缚。记住，断舍离的终极目标不是拥有一个完美整洁的空间，而是创造一个能够支持你真正想要的生活的环境。当你的物理空间、数字空间和心理空间都不再被无用之物占据，你就能腾出手来，去拥抱那些真正重要的事物：健康、关系、成长、贡献和意义。在这个物质丰富但精神常常匮乏的时代，学会放下可能是我们能给自己的最好礼物。因为正如禅宗所教导的，空杯才能装新水，只有当我们勇敢地清空自己的杯子，我们才能迎接生活准备为我们倾注的新鲜体验和无限可能。